免签入境大门关定，厄瓜多尔移民费劲。Hello，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最近，厄瓜多宣布暂停与中国的免签协议，厄瓜多免签已事过境迁。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事情对移民的朋友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方法应对呢？先来看看官方声明，2024年6月18日，厄瓜多外交部宣布暂停与中国互免签证协定。Why？原因是近几个月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出现令人担忧的增长。 What？ 其中有大约 50% 没有通过常规路线以及法律规定时间内离开，或者透过不正常路线离开到其他目的地。 Br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这个政策将会在7月1日开始执行。感觉讲得挺客气的啦，可能实际上人数要多很多呢。而且这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啊，都已经持续了2年了。是啊，有2个可能性。第一，过期居留，旅游免签有90天停留时间，但这些人签证到期后没有办理续签或者出境，会不会留在厄瓜多打黑工呢？厄瓜多每月最低工资是460美元，收入不高，而且很多人也不懂西班牙语，工作难找，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嘛。第二，就是声明里所讲的透过不正常路线离开的情况，说白了就是偷渡行为吧。厄瓜多总统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也指出，2024年前3个月至少有6万名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如果有1半人没有出境记录，那么今年第1季度就可能有3万人违反法律咯。这对于本届厄瓜多政府来说算是一种挑战，因为总统的竞选承诺是改善治安以及消除有罪不罚的现象，现在法律受到挑战，就要被迫做出改动了。够夸张了，1个季度3万人，1年就12万了。而且这样的行为也助长了黑色产业链发展，对厄瓜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啊。对啊，这种违法行为虽然不如偷窃、抢劫那么大危害，但也会跟黑帮有关系啊。厄瓜多正在跟黑帮开战，有这样的考虑也算是合理吧。厄瓜多外交部还声明，要致力于保障前来厄瓜多的人，防止大家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所以才有这样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俄互免签证协定自2016年8月生效以来，对双边人员往来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Nice。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都是为了安全，都是为你好，明白了吗？疫情爆发后，通过拉丁美洲偷渡前往美国的路线称之为走线，而厄瓜多是南美洲仅有的2个对中国护照免签入境的国家之一，于是就成为了热门的出发地。他们要一路向北，穿越丛林，翻过陆海，到达美墨边境，最后翻墙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海关报告，去年就有3.7万名中国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越来越多人又生翻墙，压力好大啊。那会不会是美国施压给厄瓜多要求这样做呢？或许这些数字可以给你答案。乍眼看中国移民的人数很多，但其实只是占走线群体很少比例，少于5%，超过40%是来自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有大约30%是来自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古巴，还有很多来自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为了寻求新生活，也会踏上这条路哦。看来可以写一部走线移民血泪史啊。那么现在厄瓜多没有免签，那还有哪一个南美洲的国家是免签的呢？这个之后会详细谈谈。其实在18日厄瓜多官方发声明之前，网上就流传这个消息，大家都在热议一份6月11日签署的厄瓜多政府文件，里面清晰表示将要暂停与中国的互免签协议。哇，原来是早有预谋呢。在公
公布之前，我都无法在官方渠道查到这个文件，但我觉得不会是假消息，因为我对比过文件格式，签名之后没发现伪造痕迹。但是为什么11号签署要等到18号才公布呢？我想有2个可能性吧。第一，这样的外交事务正常来说会通知中国有关部门之后才会发布，就是大家商量好一个说法再公布，避免尴尬啊。第二，根据厄瓜多慢生活的节奏来说，很可能签署后就忘记了这回事，然后过了1个礼拜，突然才想起来要公布。哈，有这个可能啊，这很厄瓜多风格啊。你觉得是怎么样呢？欢迎留言或者提问，我们都会看，都会回复哦。那么这个事情，厄瓜多人有什么看法呢？总结网友评论主要有3个看法。第一，批评厄瓜多政府的决定，说这样做会影响国际关系，是个愚蠢的做法。很多中国移民来到厄瓜多是投资做生意，遵纪守法，不偷不抢，不应该有这样的政策。还有些需要经常去中国经商交流的厄瓜多人，也担心去中国的免签政策会受到影响。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宣布要暂停互免签协定。是啊，在厄瓜多生活的华人大部分是和睦友善，但也许有些厄瓜多民众不太了解走线这个事情吧。第二，也是批评厄瓜多政府的做法，觉得做的还不够，应该对更多国家实行签证政策，因为厄瓜多人去很多地方也都要申请签证，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来厄瓜多也应该要申请签证嘛，这样做才是正常。尤其是委内瑞拉人，大家对寄留在厄瓜多的非法移民已经感到非常不满了。我挺理解这个想法的。近来委内瑞拉移民涌入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确实是造成很大压力。委内瑞拉人也是走线大军的主力哦，他们想来厄瓜多赚点钱，然后再前往美国。第三，赞成这个做法，他们知道走线是非法行为，认为完善边境管理也能对减少黑帮活动的路径有所帮助。对呀，这些加强出入境管理的措施之前也有，例如在今年年初要求从陆路边境进入厄瓜多的人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有些评论还提到，从西班牙到厄瓜多的航班有非常多中国面孔，看来航空公司也趁机发大财呀，哈哈。那么这个政策对于移民人士有什么实际影响呢？有什么方法应对呢？我觉得主要有3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对于想直接来厄瓜多办理移民手续的人，就是临时居留签证的人来说，会有一些影响。之前的做法就是在中国准备好所有文件后，直接飞往厄瓜多办理就可以了。尤其是想通过投资存款来获得签证的人，自己亲身来办理，不用借他人之手，这样做更放心吗？是啊，直接来到厄瓜多的银行开户，然后存入46000美元，就可以申请长期签证。我们也是通过投资签证移民来厄瓜多，但当时还是疫情期间，无法亲自过来厄瓜多办手续，只能委托当地律师来做。虽然我挺信任这位律师，但毕竟相隔一个太平洋，再加上时差，还是会有点害怕上当受骗啊。幸好一切顺利完成。那么从7月1日开始，就要额外申请厄瓜多的旅游签证才能出发咯。厄瓜多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领事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把所有移民签证的申请手续都通过厄瓜多驻中国领事馆来办理，获得临时居留签证之后再前往厄瓜多生活，这样也不错嘛。我们也是这样做，拿到2年签证后直接飞来厄瓜多。第二，对于前往厄瓜多旅行或者探亲访友的朋友会有不少影响哦。以前来厄瓜多旅行或者探亲的话，只需要买好来回机票，订好住宿，行程计划，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后没有免签，就需要先去领事馆申请签证啦。有不少人是沿着哥伦比亚、
厄瓜多、秘鲁、智利这条泛美公路旅行，这样可以一次过游览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影响不算太大啦，就是多申请一个旅游签证吧。第三，对于北上走线的移民人士会有很大影响。正如厄瓜多的声明，这是为了安全保障，防止大家成为受害者哦。换句话说，旅游免签是给大家真的来旅游使用的啊，但不是说南美还有另一个免签国家吗？对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噔噔噔噔，苏里兰。来看看地图，它就在这里。苏利兰是南美洲人口面积最小的国家，以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从2021年5月1日起，中国护照可以免签入境30天，还有对俄罗斯、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也是免签哦。我听有人说玻利维亚也可以吧？也算是吧，准确来说是旅游形式的落地签证，要求往返机票、行程计划、酒店预订单、银行对账单，还有不少于5万人民币的存款证明哦。别忘了签证费用大约100美元。哇，原来是这样子，道听途说的消息真的是要查证一下才知道真实情况啊！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可以请我们喝杯咖啡吧。我们已经开通 Super Fans， 移民要趁早，订阅对你好。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拜拜。